所有人都教你要拼命攒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说那是安居乐业的根本。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残酷事实：在未来10年，普通人最大的风险就是把全家人活命的现金变成一堆搬不动的钢筋水泥。14岁那年，父亲因肺病去世，我在香港的茶楼里端茶倒水，看客人脸色，也看外头的世道。那时候正值战乱，人心惶惶，每天都有人拖家带口的逃难。我站在茶馆的角落里看着他们，心里明白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世道好的时候，大宅院是身份，是金子；可一旦世道变了，那些带不走、卖不掉的砖头，连一个能填饱肚子的热馒头都换不到。几年前，我曾在一个场合随口说过一句话，我说未来的房子可能会像大白菜一样不再金贵。当时很多人笑我，觉得我在哗众取宠，甚至有人说我是因为卖掉了内地的一些项目而在为自己找借口。我没有辩解，我不喜欢跟趋势辩论。现在你再看看周围的现实，那些曾经高高耸立、需要连夜排队摇号的楼盘，现在还有几个人敢闭着眼睛冲进去？过去的30年，房子确实是普通人眼里的金饭碗，是无数家庭的财富图腾。有人倾家荡产，有人背上30年的沉重房贷，以为只要手里攥着一本薄薄的房产证，就等于握住了财富密码，就能高枕无忧。但潮水退去的速度往往比涨潮时快得多。现在多少城市的房价在持续阴跌，有些地方甚至跌回了10年前的水平。曾经炒房的人大多被死死套牢，每个月被高额的房贷压得喘不过气。一套房子挂在中介那里，大半年无人问津，想降价甩卖都找不到接盘侠。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击鼓传花的游戏鼓声已经停了。如果你今天依然执迷不悟，还把全家人的命运都压在那几堵冰冷的墙上，还以为房子能给你带来绝对的安全感，能让你的财富自动增值，那么你已经不是在投资，你是在拿全家人的后半生在豪赌，好景时留伞，坏景时撑伞，把所有的伞都换成搬不动的砖头。雨来的时候是会冻死人的。我见过太多次这样的轮回，每一次都伴随着普通人的血泪。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的楼市一夜之间崩盘。到了2003年非典时期，香港很多地段的房价跌去了近70%。那时候的香港，满街都是负资产的人。什么是负资产？就是你把房子卖了，把钱全给了银行，你不仅一无所有，甚至还要道歉银行几百万。那时候我认识一个在中环做海味生意的小老板，人很勤快，起早贪黑。生意好的那几年，他借着杠杆一口气供了3套楼，以为后半辈子可以靠收租高枕无忧。结果金融风暴一刮，海味店的生意一落千丈，银行看风向不对，立刻上门催缴贷款保证金。最后他的楼被银行低价收走拍卖，他带着一家老小无奈地搬回了深水埗的飞房。那天他在街边遇到我，红着眼眶问我：李先生，我这么勤奋，为什么到头来什么都没了？我看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只能告诉他实话：错不在你想买楼，错在你把时代的运气当成了自己的能力，把致命的杠杆当成了安全的靠山。做生意过日子就像是在海鲜坊上吃海鲜，好景的时候满桌都是鲍鱼海参，大家都觉得这顿饭可以一直吃下去。等潮水一退，船搁浅了，你才发现手里端的只是一碗没有水的白粥。这时候你在喊饿，是没有人理你的。周期规律从来不仁慈，时代车轮碾压过去的时候，连一声招呼都不会打。一旦你赌输了，房子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楼市泡沫破裂，当突发的危机降临时，你手里空空如也，你没有任何应对危机的现金，没有任何可以随时变现的能力，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人们总是贪恋庞大而固定的东西，却忘了水之所以能穿透岩石，正是因为它柔软且永远在流动。这笔账其实每个人都应该静下心来算一算。一套房子每个月几千甚至几万的房贷，加上物业费、
维修费、取暖费这些硬性支出加起来，就像是一群看不见的吸血虫，日夜不停地榨干你辛苦积攒的现金。为了保住这套房子，你不敢失业，不敢生病，不敢有任何额外的开支，甚至不敢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业。你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更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你以为房子是你的资产，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在未来10年，如果你手里的房子没人接盘，如果它失去了流动性，它就不再是你的资产，而是你最大的负债，是你人生路上最沉重的枷锁。以前是资产为王，谁手里有更多的固定资产，谁就是富人。但未来的逻辑已经彻底变了。未来的10年是能力以流动性为王的10年。谁有随时能变现的能力，谁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谁就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站稳脚跟，谁就能拥有更多的主动权。那些依然抱着几套空房子不放，甚至还在借钱抄底的人，本质上是被过去的认知深深束缚住了。他们不知道过去能让你赚钱的东西，未来可能会要了你的命。我不是神仙，我也没有预测未来的魔法，我只是一个从没有停止过观察这个世界的普通人。我经历过战火，经历过贫穷，经历过无数次市场的崩盘与重建。我的经验告诉我，任何时代的变革都不是突然到来的，它都会有前兆，有信号。当所有的信号都在告诉你风向变了，财富的逻辑已经改变，你却还在原地等待房价暴涨的奇迹，那你最终会被冻死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不要在顺境中规划顺境，永远在太阳高挂时准备雨伞。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一堵墙给的，而是你随时可以转身的底气。所以请放下手里的琐事，放下过去的侥幸心理。接下来的路我们会走得更深一点。我会告诉你，在抛弃了对砖头的执念之后，未来10年真正能够保命，甚至让你逆风翻盘的3张底牌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觉得财富的载体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一间旺铺、一家工厂，或者一堆沉甸甸的黄金。但如果你问我未来10年最硬的通货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你脑子里能够随时适应新世界的认知流动性。世界是一条永远在流动的河，你不能指望昨天刻在船舷上的记号能帮你捞起今天的剑。大家知道，我最早是靠做塑胶花起家的。1950年代的香港，塑胶花是门好生意，利润丰厚，很多人赚到了第一桶金就去扩大厂房，买更多的注塑机。但我心里始终有一丝不安。我知道塑胶花再漂亮，终究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不可能永远开下去。时代的审美在变，工业的浪潮在推。如果我只守着塑胶花，到了70年代，我就会连同那些生锈的机器一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所以我把赚来的钱投入了地产，后来又投入了码头、电讯、零售。不是我有多聪明，而是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危机感，永远不要让自己的认知停留在上一个赚钱的周期里。做生意就像种树，但你不能永远只种塑料花。风向变了，你的根得扎进新的土壤里。今天这个世界的风向又变了，而且变的速度比过去100年加起来还要快。我听到很多人在抱怨，说现在生意难做，说工作难找。那是因为很多人的认知还停留在工业时代，甚至是传统的收租时代。他们没有意识到，未来10年的新生产力已经变成了数字化生存能力。有人说数据是未来的石油，我同意这个比喻，但我认为它比石油更可怕。因为石油是越用越少的，一桶油烧完就没了。但数据和人工智能是越用越聪明的，别人用过的数据，它的价值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膨胀。这就是数字时代最残酷的核心逻辑。2012年，我当时已经80多岁了，我的团队向我推荐了一家叫 DeepMind 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做了一辈子地产和码头的香港老头，连电脑打字都不太利索，
为什么要拿钱去投这些听不懂的科技玩意儿？后来在2013年，我又投资了 Zoom 这个视频通讯平台。我投资他们不是因为我是科技天才，我只是一个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的普通人。我不懂代码，但我会请那些年轻的创业者喝茶，我会像个小学生一样，安静地听他们讲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当我看懂了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将如何彻底重塑人类的生活和商业规则时，我知道我必须买入这个时代的基础设施。我从不因为自己年纪大就拒绝新事物，炫耀过去的经验是一种软弱，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是求生的开始。大家想一想，过去几十年的每一次时代变革，从工业化到互联网，淘汰的都是哪些人？淘汰的从来不是那些不够勤奋的人。很多在车间里踩缝纫机的工人，比我李嘉诚勤奋10000倍，但他们被淘汰，是因为他们的技能已经无法匹配时代的需求。未来10年，人工智能、大数据将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渗透就像当年电灯替代煤油灯一样，是不可逆的。如果你现在还觉得 AI 只是年轻人的玩具，如果你还拒绝学习利用数字化工具来提升工作效率，那么在未来的职场和商业竞争中，你不仅会落后，你会变成这个时代的文盲。很多重复性的、机械性的工作，无论是客服、文员，甚至是一些基础的财务和设计工作，都会被无情的替代。房子是搬不动的，一旦市场崩盘，它就一文不值。但你掌握的数字化生存能力，你对新工具的应用能力是长在你脑子里的，这是别人抢不走的资产，是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随时变现的资本。我知道很多普通人会感到恐慌，觉得新技术太高深，自己学不会。这其实又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你不需要成为研发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你只需要学会如何使用它。就像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发电，你只需要知道怎么按下开关。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动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连中央都在印发文件，明确提出要健全数字人才培育体系。这是什么？这就是时代在给你发信号。财富的边界就是你认知的边界。如果你的大脑还停留在收租的时代，哪怕把你放在硅谷，你也只能看到哪里可以盖个收发室。所以趁着现在天还没有完全黑，趁着暴风雨还没有彻底摧毁旧有的秩序，把那些用来刷短视频、用来为楼市下跌而焦虑的时间省下来，去投资你的大脑，去学习数字化技能，去了解线上运营，去培养自己驾驭新工具的思维。投资在自己脑袋里的时间和精力永远都不会白费，它是你度过未来寒冬的第一张底牌。当危机真正降临时，能够救你的不是你手里攥着几套贬值的房子，而是你站在时代的风口上，有能力看懂风向，并且知道如何张开新的风帆。在商界，甚至在普通大众的理财观念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常识：现金是垃圾。很多理财专家都会告诉你，通货膨胀会像贼一样每天偷走你手里的钱，所以你要去贷款，要去加杠杆，要把所有的现金换成看似永远在涨的资产。今天我要在这个大众深信不疑的常识上打一个重重的问号。这其实是那些想赚你贷款利息的人编造出来的最大谎言。他们教你要敢于冒险，要全仓买入，但没人告诉你，真正的富人从不冒他们输不起的险。在顺境中，满仓资产确实能让你账面上的数字快速膨胀，但当危机的寒冬突然降临时，能让你活下去的永远只有你手里握着的现金。别人以为我总能抄底是因为眼光好，其实我只是在别人贪婪借钱的时候把现金锁进了保险箱。这不是贪婪，这是纪律。我一直信奉一句很老土但很管用的话：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适用，尤其是在未来10年这个财富大洗牌的残酷周期里。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很多普通家庭是怎么生活的。为了买一套房子，掏空了家里几代人的钱包，把一辈子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还背上了30年的巨额房贷。每个月工资一发下来，
绝大部分都要雷打不动地交给银行，没有任何结余，没有任何应对突发状况的应急资金。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表面上他们是拥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资产的中产阶级，穿着光鲜，住在漂亮的小区里，但实际上他们在走钢丝。只要一阵微风吹过，比如公司裁员名单里刚好有他的名字，或者家里老人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他们看似完美的生活，立刻就会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倒塌。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状况，手里没有流动资金，他们只能四处求人借钱，甚至不得不割肉卖房，最后往往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因为当所有人都缺钱的时候，你急于脱手的房子，连个愿意看一眼的接盘侠都找不到。保留足够的现金，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是为了在命运跟你开玩笑的时候，你拥有随时掀桌子说不的权利。做生意、过日子，其实就像在旺角开牛腩面店，街角有一家面店生意一直很好，老板看着每天排队的人，心里痒了，跑去银行借了一大笔钱，想在对面街再开一家分店。结果新店刚装修好，碰上修路，整条街封了半年，旧店的利润填不上新店的贷款利息，不到3个月，资金链断裂，2家店一起关门大吉。而另一家面店的老板生意同样很好，但他不急着扩张，他每个月都把利润的一部分雷打不动地存进银行，不管别人怎么笑他不懂资本运作。修路的时候，他生意也差了，但他账上的现金足够他交2年的铺租。半年后路修好了，对面的店倒了，他的店成了整条街唯一的老字号。这就是流动性的力量。未来10年的命脉就是流动性为王，稳定的现金流就是你全家安稳度日的最后一道防障。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恐慌，拥有上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轰然倒塌。那些华尔街的金融巨头账面上有着数以千亿计的资产，为什么说倒就倒？因为他们的资产变成了有毒的呆坏账，失去了流动性，他们的现金流断了。那1年的长河系却显得异常平静，因为在危机爆发的前2年，我们就已经开始放慢扩张的脚步，严格控制负债率，储备了庞大的现金流。当市场崩盘，所有资产都在以跳楼价甩卖时，我们才有能力从容地挑选优质资产。所以我反复提醒大家，不要再盲目地去囤房、炒房，不要再把所有的钱都锁死在流动性极差的固定资产里。你要做的是停下来，仔细梳理一下自己的家底，把那些多余的、没有实际产生价值的房产抛售出去，把资金抽出来，合理配置流动资金。你需要备好至少足够支撑全家人3年基本生活的流动资金。在大浪淘沙的时代，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现金是你的子弹，不要在天亮前把子弹全部打光。什么是稳定的现金流和流动资金？稳定的现金流就是持续的可预期的收入来源，它不一定是一夜暴富的横财，但一定要稳定。比如一份不容易被 AI 替代的稳定工作，一份靠谱的副业，或者一笔稳健的投资收益。而流动资金就是那些低风险、高流动性、能保值的资产，比如银行存款、国债、大额存单等。有人会嫌弃这些资产的收益率太低，跑不赢通胀，但你要明白，在危机面前，收益率是次要的，极低的风险和随时变现的能力才是保命的根本。有了这笔流动资金，你就不用在失业的时候慌不择路，不用在家人生病的时候束手无策，更不用在房价下跌的时候焦头烂额。你可以非常从容地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安静地坐在那里，等待属于你的机遇。不要觉得把钱存在银行是浪费，这是在为你的未来铺路，是在为你和你的家人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当狂风暴雨真正来临的时候，能够为你遮风挡雨的，从来不是别人嘴里的高谈阔论，而是你口袋里实实在在能掏得出来的那把伞。很多人问我，做生意做到最后究竟在拼什么？是拼谁的资金更雄厚，还是拼谁的资源更广阔？我的答案从来都只有4个字：寿命与心力。
我们前面讲了认知，讲了现金流，那是应对外部世界变局的工具，但这所有的工具都要依附于一个最核心的基座，那就是你自己的身体，以及你面对深渊时绝不崩溃的心态。在商场上打拼了大半辈子，我见过太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有的人在楼市狂飙的年代，靠着高杠杆和胆大包天，短短几年就身家过亿；有的人为了上市对赌，没日没夜的熬，用命换来了一堆耀眼的头衔。可后来呢，潮水退去，有的人因为债务暴雷，一夜之间急白了头，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办公室里。有的人虽然保住了财富，但常年吃着大把的药片，连一顿安稳的晚饭都吃不下。房子贬值了，可以再等周期，现金打光了，可以从头再赚；工作丢了，可以放下面子再找。但身体垮了，你就彻底交出了人生牌桌的入场券。14岁那年，我父亲因为肺结核在香港病逝。那时候的香港买不起药，请不起好大夫，我眼睁睁看着父亲的生命一点点流逝，那种无能为力的绝望，我记了一辈子。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人这一生，所有的财富、地位、名声，都是跟在一个一后面的零。有了健康，这个一后面的零才有意义。如果没有了这个一，无论你曾拥有多少套房产、多少存款，结局都是一无所有。未来的10年，财富的洗牌会异常残酷，不仅是能力的竞争，不仅是流动资金的竞争，更是健康和心态的竞争。我看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为了还那套高价买来的房子的贷款，不敢休息，不敢体检，每天靠着咖啡和外卖硬撑。更有一些人，因为这2年房价下跌，因为投资失败，每天生活在极度的焦虑和自责中，他们整夜的失眠，变得悲观消极，甚至放弃了自己。这才是最让人心痛的。钱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破产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失去了再站起来的理由，失去了面对明天的勇气。1967年，香港发生暴动，地产业跌入冰点，很多人觉得香港完了，贱卖资产逃去海外。那时候我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我每天依然按时作息，保持着读书和思考的习惯，因为我知道天总会亮的。但在天亮之前，我不能先把自己熬死。后来，当一切平息，那些保持了冷静和体力的人，迎来了香港腾飞的黄金岁月。你必须要明白，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周期有春夏秋冬。在财富大洗牌的寒冬里，你可能会遇到资产缩水，可能会遇到被裁员的危机，这都是时代的常态。时代抛下灰尘，落在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但你要做的不是被这座山压垮，而是留存体力，慢慢把它搬开。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但只要你不下牌桌，总能看到后天的日出。遗憾的是，很多人因为心力交瘁，死在了明天的夜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非常严肃地劝告各位，从今天起停止对不可控事物的内耗。房子跌了就跌了，只要你不再往里面盲目填坑，它就只是一个数字的变动。不要为了面子，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资产估值，去透支你最后也是最宝贵的底牌，你的身体。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去走走路，去锻炼身体，按时吃饭，规律作息。遇到挫折时，学会接受现实，把心态放平。炫耀过去的成功是一种软弱，但沉溺于过去的失败则是一种慢性自杀。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他们只是默默地保存体力，像水一样顺应地形，耐心等待下一次汇聚成江河的机会。当别人在病床上发愁，在深夜里为房价跌宕而流泪时，你还能健健康康地迎着晨光去散步，还能有充沛的精力去学习新的数字技能，还能陪着家人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饭，那么你已经赢了，你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过去的30年，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是一场漫长而迷人的梦。在那个梦里，钢筋混凝土不仅能挡风遮雨，还能凭空变出财富。但无论多美的梦，到了该醒的时候，如果还闭着眼睛不愿下床，
就会被现实的冷水泼得连骨头都觉得寒冷。我们前面聊了数字化的认知，聊了救命的现金流，也聊了不能垮掉的身体和心力。把这些全部串联起来，你会发现，应对未来10年财富大洗牌的最核心智慧，其实只有2个字：离桌。什么叫离桌？在赌场里，最难的从来不是赢钱，而是当你面前还堆着筹码，或者你刚刚输掉了一手好牌时，你有勇气推开椅子，转身离开那张桌子。现在的楼市就是一张已经变了规则的牌桌，很多人迟迟不愿离开，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多需要那套房子，而是他们无法接受闭着眼睛买房就能躺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守着的不是砖头，而是过去的荣光和对暴富的残存幻想。改变自己的认知很难，割肉放下沉没成本更难。但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过去，一直被那几堵冰冷的墙壁死死绑住，你迟早会被时代的漩涡彻底吞噬。时代的列车开走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但我希望你已经提前买好了新车票，坐在了从容的座位上。你必须明白，财富从来不是永恒固定的实体，它像水一样，在不同的时代流向不同的低谷。80年代它流向了贸易，90年代它流向了工厂，过去20年它流向了房地产和互联网，而未来10年它会流向那些掌握数字化生存能力、手握充足现金流且能熬过漫长寒冬的人。这世上没有永远上涨的资产，也没有跨不过去的寒冬。财富的载体换了一波又一波，但那些古老的生存智慧，那些克制、忍耐、好景流闪、顺应时代的品格，一旦建立，比任何资产都难被摧毁。这才是我今天真正想留给你们的东西。窗外的风好像又大了一些，不过没关系，只要屋子里的人心还定着，外面的风雨再大，也只是过眼云烟。茶凉了就倒掉，换一杯新的热茶吧。最重要的是，喝茶的人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